兄弟们，相亲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不要本末倒置。相亲的目的是筛选，不是让你去跟人家结婚的。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，相亲1年，追个女孩子也1年了，直到人家昨天结婚了，他才发现对方是没有看上他。你说扎心不？男士30岁啊，去年同日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，比他小了2岁。这刚见面啊，这男士挺中意的，跟中间人也说了呀，自己挺喜欢他的。人中间人吧，就去撮合呀，就去问这个姑娘。姑娘呢，她就没有明说，光说呀，哎呀，可以认识，先了解了解看看。男士这一听啊，别人说都可以认识了，于是舔狗之路啊开始了。有一句话咋说的？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他就每天都会给这个姑娘发信息啊，但这姑娘大多数都是隔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回复，内容也相当敷衍，没有什么主动。有时候呢还隔天回啊，就给他回个哎呀太忙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给忘记回了。整个男士这心里啊是上不去下不来的，又想着人家肯定是不熟悉没话说，或者在忙呀。哎呀，有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有些人他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久，自我 PUA 呀。这么一想呢，心情立马就好多了呀。哎，一到周五他就约这个姑娘出来吃饭，人家第1次回绝了，说自己在加班，第2次啊又回绝了，说自己跟闺蜜约好了，好不容易这第3次啊，那相当于是求来了，哎，约出来了，吃饭看电影送礼物，认识2个多月啊，这男士想着，哎呀该表白了啊，就把这个同事啊追过来，就问问女方意思。人女方呢也说的是啊挺有好感，但是没到熟悉那个地步。于是啊男士就加大火力啊，从物力人力啊投入的更多了。反正啊这姑娘的态度就是不热情也不冷淡。哎呀，和男士说呀，自己觉得这男士人挺好的，但是自己确实性格有点慢热啊，这谈恋爱次数少，也不太会谈。男士听着说没关系啊，咱俩慢慢处。哎，就这么接触了1年又快过去了。这姑娘呀跟这个男士啊都已经熟透了，哎，态度还是跟之前差不多，手呢也没有碰一下，别说是抱了。男士家里人父母都着急了呀，让他能谈谈，哎，不能谈就算了，别跟人磨磨唧唧的。哎，男士就想了一下，哎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就买了99朵玫瑰花去表白去了。姑娘一看呐，说自己想了一下，还没有准备好，要不啊咱们再了解一下看看吧。男士啊此时这个心里啊，哎呀草泥马已经跑了好几遍了，继续 PUA 自己啊，想着这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啊，哎也不能去勉强对方吧，就说行，那我给你时间，再等等你。不过这后面这男士就发现了啊，这姑娘呀是联系他的频率是越来越少，他也能感觉出来呀。他呢尝试去约呀，这姑娘呢也不怎么主动了，也不怎么热情了。直到昨天啊，人家姑娘的朋友圈发了一下自己结婚的视频，生气，那肯定特别生气啊，直接就给这姑娘拉黑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？兄弟们啊，相亲是有成本的，这个成本不仅仅是在时间的。当你去跟 A 相亲的时候，你有可能错过 B， 这才是真正的成本。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！你们得记住，如果遇到心动的女孩子，第一印象很，兄弟们，咱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啊！相亲呢，告诉你们一个原则，叫3不原则。第一呢，发信息3次不回，直接删。第2，约了3次约不出来的，直接删。第3啊，相处3个月还不能确定关系的，直接删。相亲啊，咱就主打看得上就处，看不上也别拖，主打一个你情我愿。相亲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婚前筛选呀，不要搞错了。大家呢硬件条件拿出来碰一碰，最后在1个月到2个月看看性格合不合得来，如果合适我们就 OK 办事嘛，如果不合适就赶紧分了，绝对不要耽误自己。你相亲1年就认识一个，从本质上来讲你就搞错了。一个人的婚恋价值你能有几年啊？什么阶段办什么样的事情，这个阶段你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事情要办成才是最重要的。任何时候都要讲究数据说话，3不原则。散会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出来透透气啊，差点没让一对母女给我起岔劈。人家姑娘气场挺强，来找对象啊，上来就要把最优秀的男士资料给他拿出来筛选一下。我这一看哈，真是要上香许愿了呀。问他自身什么情况，他介绍自己啊，92年有车有房，硕士学历啊，头几年做金融这个行业啊，赚了几百万，后来就不停的开店啊，确实是有能力，1年啊也能赚到300万以上。父母家庭条件比较普通啊，长期退休。这有个姐姐和弟弟都在他的企业里面上班，他全程自我介绍，强调最多的就是有钱，他有本事。哎呀，他妈妈也在旁边啊，强调有钱，咱就是有钱。那买车买房不带吹的，好几套。我一听，哎呀，条件这么好呢，那要求高不高啊？女方妈妈说，这要求不高啊，起码要持平。我问这持平是怎么个持平法？这时候女方就说了呀，我1年保底100万，男方不能低于这个数字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其次呀，这男方要合眼缘，情商高一些，婚后还得把工资交给女方管理，另外自己不生孩子要代孕。
我这一听啊，光看脸看年龄这一步，这100万的优质男人就不想认识你了，你这还要求还这么多。我说我介绍不了啊，这庙太小装不了大佛嘛，出门右转找别的庙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啊，你这一年赚这么多钱，你给男人得花多少钱？他说男人养家，为什么我要花钱？我问他房子这么多套，能不能给男人一套啊？他说不能。问他平常生活能不能哄哄男人？他说应该男人哄，凭什么我哄？你看看，自己赚钱自己花，铁公鸡一毛不拔，生个孩子都不用男人自己参与的。婚后工资还得上交，情绪价值啥都没有，找你干鸡毛啊？他妈妈这时候就说了啊，我们条件好啊，肯定要找条件好的吧，这叫门当户对。说着我就把电脑资料给他打开，你看看我筛选年龄，00后的姑娘一堆啊，再筛选这本科以上的学历也一堆。现在相亲半个天下都是00后了，他们又年轻又活力还听话，你年龄大脾气还急，有钱又不给他花，还要花他钱，找你干鸡毛啊？这姑娘就不服，说曾经有年薪100万的人追过我，我是有婚恋价值的。哎呀，真的啊，我这一听啊，我就怕跟你相亲过的那些人呢，都得被你说成追你的。问他怎么没成啊？他说不喜欢男方丑，想找个帅的。有些人啊，会凭运气得到一些想要的东西，但最后真的会凭本事失去的。一个人的婚恋价值不是取决于你自身的条件，而是取决于适配你的人有多少啊。在婚恋市场，这男人多数会先看女人性价值，也就是你的年龄、外貌、身材等等。只要我喜欢你，我就不会对你的经济要求提出过高。反而相亲市场上大多数女人都先看男人的经济价值，你有车有房，年收入几十万我才会考虑。为什么剩女越来越多，还自称优质？他们总是去拿自己的经济价值要跟男人比。哎，我一年100万，男人就不能低啊？低了那就配不上我。大姐啊，人家一年都100万的优质男人进相亲市场都是被抢的，他们会更加看重女人的性价值。这2天那征求意见稿里啊，那20条，评论区里面男人都刷屏啊，除了男人和狗几乎都保护了。就这局面，你还得要求个1、2、3、4、5，男人都怕，有钱的人更怕。你想嫁优质男，不是看你自己自认为多优质，而是要看你能不能满足对方的择偶要求，那才叫优质啊！天天看《甄嬛传》，结果宫斗水平连1集都活不下去。我也不知道你们都看个啥。散会。阿丽娘啊，真的我太难了，以后35岁以上的姑娘啊，别来找我。本人这庙小，装不了那么多的大佛，也原谅我啊，能力有限，没办法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愿望。你们再来上香，我真的给你们扔出去。有个女孩子34岁，个子在160左右啊，偏瘦，本科文凭，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。我是给她香了整整5年了哦，5年，至今还都是单身，也谈了不少男朋友，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。不是嫌男方文凭低，就是嫌人家这个家庭条件不好，要么嫌长得不帅，总之是挑肥拣瘦的。她自己焦虑的不行了，怕找不到好的，又怕生不出孩子，反正啊，生活圈里面已经没人给她介绍了，都知道她很挑。他工作好就不甘心找工作不好的，他未婚啊就不甘心找离异的。反正啊，我们这边啊婚恋圈都知道他，各类男士都让他香了个遍啊。他就要求本科以上文凭，研究生最好，体制内公务员，男方要求年薪15万以上，颜值高，哎呀三观一致有眼缘，最主要还得让他心动啊！你不得逼死我吗？哎呀，我得往 ICU 走啊！我听完啊，你说急不急死个人？我给你真要能找到，那不亚于我去买彩票中500万啊，那不太难了吗？我拒绝了很多次啊，耐不住他就是软磨硬泡。我让他从这些条件里面筛选1、2个条件啊，他就不同意，说哪一个都不想放弃。我就很生气啊！你不放弃，你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。哎呀，他说不信，哎，因为自己条件好嘛，他说一定能找到令他心动的公务员。哎呀，我这一听，那怎么才能算心动啊？他说帅，情商高。还没说完啊，真的，我拉着娃娃我就得跑啊，没治了。人家帅的公务员，那想嫁的女孩子那得从北京东直门的排到西直门去了，还能轮得着你吗？他愣是给我来了句啊，我圆脸显年轻，化妆了我也不差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就算是个法拉利，他开了15年了，发动机得生个锈，搞不好再漏个油，你停个电你咋办呢？你能跟新车相比吗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他妈都找我了好几回了，一见面就哭呀，说这闺女从小到大都没让她上过火呀，就找对象让她操碎了心。家里还有个亲戚，她表姐38岁了也未婚，他俩就爱搁一块玩。哎呀，找对象那是要找那一见钟情的，气的啊，他那个亲戚啊也头疼，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啊。如果再过几年，你即便结婚了，那恐怕他连孩子都生不了了呀。我反正跟这姑娘都很熟了，我就很明确的告诉她，你这条件啊，要么想找好的就得去二婚市场，他不甘心，凭什么我未婚我就要找离异的？要么你就降低要求啊，找大龄剩男，他又觉得这男人年龄这么大，剩下多少都有原因的。你真的啊，听他话你都能气得够呛啊！你自己不还都是大龄未婚吗？他说那我不是了解我自己吗？我又不了解别人为什么剩下的。哎呀，那一刻真的气得你血压直拱头啊！哎，头昏。
我又躺在椅子上躺了一会儿啊，我就劝他，哎呀，你快别挑了，再挑停水停电，你都更没得挑了。他嘴上嘟嘟囔囔说我自己不是挑呀，那这一辈子我不能找个我不喜欢的。说着妥协，心里那是800个大心眼子，1000个不愿意。另外，她还有一个87年的，今年有36、7岁了啊，也还是未婚，一个闺蜜，她要给我介绍过来。我一听，哎呀，那可不行啊，她要来了也让我给她找心动的，我直接主动上 ICU 报道去。真的，我现在一听大龄加未婚啊，我都条件性反射。以后35岁以上的大龄未婚啊，还挑挑拣拣的姑奶奶们啊，千万别来找我了。